将军，您到底带我去哪儿啊？就是这个非请莫入的地方。日本人在中国建的狩猎乐园。啊，到这来干嘛呀？当然是狩猎了。怎么了？没有勇气啊？这，走，这。 老师，穆子女，松坡君。松坡君果然守信，准时来到。老师召见，我岂敢不来啊？松坡君毕业10年了，骑术不但没有退步，反而更见长进了。蔡锷是军人，常怀杀敌报国之心，一刻都不敢怠慢。说得好，不愧是大日本帝国士官学校的学生。 和蔡锷有相同想法的中国人有4万万，不见得吧？你们的大总统就未必和你的想法一样。大总统比我深谋远虑。我今天请你来，主要是叙叙友情，尝尝日本的烧烤，请。多谢老师。总长，总长，大总统发表通告，怎么说呀？通告上说，得知各省都督要求对日作战的联合通电，很是欣慰。欣慰，老头子很欣慰。是啊，通告上是这么说的呀，对各省督军爱国忧民之情，表示赞赏未免。 姜还是老的辣呀！还有更绝的，大总统还说了，中国以德日两国肃善敦睦，情同手足，日德两国发生冲突，中国政府要尽力调解，调解不成要保持中立。好像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得倒轻巧，肃善敦睦。 情同手足，这岂不太滑稽了吗？大总统还说了，希望各省督军能够恪尽职守，保境安民，不可妄生征境杀伐之心，则国家幸甚，各省督军幸甚，中国4万万同胞幸甚。光挨打不还手还幸甚？幸个屁！总长，你说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这人要脸，树要皮。如果连脸都不要了，还有什么好办法？我真是不明白了。他袁相成原来也是一个有血性的、敢担当的人，怎么一当上大总统就变成这样了呢？秋风寂寥，94阴湿。 有渔樵，松坡君，我们今天郊野饮酒，有没有日本牌剧中的韵味啊？日本牌剧，眼下只记得一首。哪一首？撒把米也是罪过了吗？让鸡斗了起来。这是日本的牌剧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是。 小林一茶的无忌牌剧。松坡君为什么只记得这首啊？因为我想到了我们山东的胶州湾和青岛。松坡君，你太过分了吧！竟敢把大日本帝国比作鸡！我可没说，那是你的联想。数月前，我曾和松坡君、百里军讲过，西方列强。 为了争夺狩猎联盟的领导权，必有一战。果然不出我所料，欧洲大战打起来了。老师料事如神，学生佩服。我还说过，西方狩猎联盟一旦结成，唯一的目标
就是我们东亚，就是中国和日本。宋破军，你是有战略头脑的人，为什么不赞成日中结成同盟，提携共荣呢？国与国之间结盟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公平。日本为了东亚共荣，拯救中国之民众，不惜冒巨大的牺牲，向德国宣战。日中同处东亚，中国理应帮助日本打德国。为什么你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多种场合大讲反日抗日，屡屡冒犯大日本帝国？应该说是日本屡屡冒犯中国。你们向德国宣战，尽可以到欧洲去攻城略地，为什么要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打仗？宋破军，当今世界唯有利者居之。中国积弱多年，要想免受西方列强的凌辱，唯一的办法就是与大日本帝国结成同盟。可中国从来不屈服列强的欺凌，这中间当然包括你们日本。日中同文同种，本就是一家，为什么要强分彼此呢？无论是2000年前的徐福犯海，还是1000年以前的鉴真和尚东渡，我们都是欢迎的。鉴真东渡日本带去的是什么？是种子、医药、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而你们日本军队进入中国，带来的是枪炮，是杀戮，还有仇恨。只要中国欢迎日本，我们同样可以带来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依靠枪炮带来的文化和技术，中国不需要。不需要？那你为什么到日本学习文化、科技、军事？宋破军，恕我直言，你用在日本学习的军事技术，训练军官团，以日本为假想敌，这不是忘恩负义吗？好，那咱们就来说说忘恩负义。木村君，日本拜中国为师，学了2000多年，刚刚认了西洋人做老师，刚刚学了一点点本事，就趁老师贫弱之际，屡屡的侵犯中国，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忘恩负义。如果有人说日本是一个忘恩负义、欺师灭祖的国家，这话也不为过。宋破军，虽然你是我最要好的同窗，但是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们大日本帝国。怎么，木村君，你要用武力惩罚我吗？将军，能不能让我跟这位木村先生比划比划？木村先生，你敢吗？木村，你就试试这位雷副官的刀法。好。木村先生，请吧。自是佳人多隐恶，从来侠女出风尘。我不是佳人，也不想隐恶，只想像丁香那样，什么都不想，简简单单、快快乐乐地活着。可你为什么说我是侠女呢？倘若你不是韩世忠，侠女又有何用？慧仙，你又在这发什么呆呢？我们几个拉你去逛街呢。我不想去。瞧这脸瘦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呀。知道你跟杨参政学了不少诗词，不用在这儿显摆了。
见不着蔡将军，你在这想；见着他了，你有一句话把他气跑。你这可是斗地里摘瓜自找的，木匠待嫁，自作自受。谁想他了？胡说八道！瞧着眼泪汪汪的，还嘴强牙硬呢。走吧，跟我到外面去逛逛，别一个人闷在屋里了。你去吧，我劝了，想睡觉。丁香，怎么还磨磨蹭蹭的呀？姐妹几个都等急了。就是啊，这可怨不得我，是这位姑奶奶大驾难请啊。哎呀，走吧，妹妹，一块儿去吧。走吧，咱们上那边挑首饰去。就是，走吧。哎，好吧，好吧，我去还不成吗？走。老夫人，水来了。放这儿吧。哎。妈，我要出去转转，想扯几块布，该换季了，给您做几身新衣服。好啊，那让陈秘书陪你去吧。啊，那我知道了，您别累着啊。嗨，这点活累不着人。以前在老家呀，几亩山田，我一个人全干完了。那妈，我走了。哎，早点回来。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我看看，挺好看的。老板，多少钱？5块大洋。哟，您可得算便宜点。那也不能少4块。我觉得这也挺好看的。丁香，你看看好看吗？没你好看。这个不错。我也觉得这个好看。掌柜的，过来。哎呦，您可是真有眼力啊！这海棠红的玉坠配上您这个肤色，那可是绝了。这古人有句诗是怎么说来着？人面桃花相映红啊！说得好，包上吧。好嘞，少奶奶您是家大业大，富贵荣华呀，您拿好。丁香，你这都买3副耳环了。咱们女人家不趁年轻时穿好的戴好的，等老了，谁还稀罕你啊？好了吗？好了，少奶奶您拿好。哎，谢谢少奶奶。少奶奶您慢走。走吧，凤仙。哎，等等，太早还没买呢。姐慢走。哎，掌柜的，这几位是谁家的少奶奶？看着有点面生啊。嘿，什么少奶奶？云姬般的粉头。掌柜的，您认识啊？你个小兔崽子，正经事儿你不惦记着，邪门歪道你还整挺来劲的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夫人请。哎呦，太太您来了，您里边请，里边请。太太您可算来对地方了，全北京的首饰店，顶属我们店，品种最全，花色最多，成色还最好。您看这项链、手镯、戒指、簪子，啊，这边还有耳坠。列兵，好了。你使诈，咱们再比一次。木村，住手吧！他不是使诈，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学生明白了，以后再面对中国人，就是躺倒在地上也绝不放过。
太太，这么多种，您就没有一样看得上的？我家有一只，配不上对。那您走好，回见。掌柜的，这回是真夫人还是假夫人啊？哼，不花钱，真太太也是假太太。木村，坐下吧。是。蔡将军，看来你是不减当年呢。我来讨教讨教如何啊？我的骑术刀法都是跟老师您学的，怎么能说是讨教呢？你当过云南都督，现在又是昭威将军，不会再像普通士兵一样训练了吧？老师常说，一名合格的军人，随时都要准备着上战场。好，那就请蔡将军比试一下骑兵的战场科目。谨遵师命。这一局，老师输了。多有得罪，没摔疼你吧？来，宋破军。你虽然当了将军，却没有养尊处优，没有丢下马术刀法，老师深感欣慰。仰仗老师当年栽培，刚才冒犯，还请老师包涵。宋破军深藏若虚，含而不发，将来必有大成就。感谢老师鼓励。今天你侥幸胜过了老师，但是你要记住，这只是小试身手。日后到了战场上，不会有这种结局了。那就让时间来证明吧。哎呀，轻点，重点儿，再重点儿。哎呀，哎呀，这下好多了。木村，你对今天的比武有何感想？蔡哥今天很不礼貌，老师对他太客气了。这就像中日关系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我们眼下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还不可能一口吃下中国。大日本帝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占领胶州湾和青岛，然后再蚕食发展，最后一战奠定大日本帝国的万年基业。木村明白，但是蔡锷羞辱了你，学生实在难以忍受。蔡锷不但战术精湛，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千年伟业，可以考虑消灭他的肉体。老师，我知道蔡锷救过你的命，但是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任何人的感情
都是微不足道的，明白吗？木村明白。不过，蔡锷是个敏感人物，现在又是个敏感时刻，不要我们亲自动手。中国人不是很多吗？就让他们自己人杀自己人吧。大总统，不好了，不好了！什么事儿又不好了？学生民众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放弃中立，收回青岛。一群学生能干成什么事儿？让教育总长招呼各个学校，把自个儿学生领走，不听话的一律开除。是。可是，还有什么事啊？他们要是不走呢？不走。反了他们了，去找雷震春去。是。总长。小扇子啊，什么事儿把你高兴成这样？外边可是闹起来了。闹什么呀？一帮学生高喊着口号，支持革命党通电，支持19省都督通电。要求一致抗日，收回青岛，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有总统府那边的消息吗？大总统已经派雷震春去弹压去了，可是看那阵势啊，人是越来越多，肯定弹压不下去啊。这回啊，我看够大总统喝一壶了。哎，小扇子啊，你喜欢什么字儿？我给你写一个。好啊。那咱们就写这“好”字儿。好。不好啦！日本人来啦！跑啊！日本人来了！怎么了？快跑！出什么事了吗？他们全是畜生啊！把儿媳妇给糟蹋了。那你儿媳妇去哪了？交警了。我可怜的媳妇儿啊！自日本明治天皇宣布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之后，日本便处心积虑，有了一些策略和计划，企图通过武力扩张侵占大陆，称霸亚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役。针对日本，必须要制定出非常详细的作战计划，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付日本人是一个长期问题。哎，咱们能不能找几个同道中人，组成一个研究会，专门探讨如何对日问题？这是个好主意啊！索性咱们就成立一个军事研究会，只是规模人选，人不能太多，
太多则嘴杂，议而不决，如同虚设。人也不能太少，太少则难以形成影响。我想，咱们俩再找8、9个对日本比较了解的同道中人就行了。我赞同百里兄的谋划。我已经拟写了一份对日作战计划书，还请百里兄过目。松坡兄的大作，我一定好好拜读。报告大总统。朝彦呢？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奉大总统令，我对游行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刨根问底，可到现在都没有发现革命党的行踪。难道这革命党上天入地了？你那天追捕的那些人，一个都没见着？是，这帮家伙太狡猾了。不过大总统，我已经派出了大量的人力来调查这件事情，我想不久就会有眉目了。你记住，这些闹事的人背后一定有革命党在捣鬼。这些个人表面上登报声明说是停止革命，拥护政府，一致抗日，背地里却怂恿学生游行示威，这是拆我的台。大总统，对这些人卑职一定严惩不贷。大总统，有一个新的情况要向您汇报一下。最近蔡锷有一些行动非常可疑。可疑行动？前几天他和他的日本老师有贺八郎同学木村去了郊外的一个日本庄园。去干什么？具体还没有搞清楚。但我想，蔡锷在这个时候去找他的日本老师，这里面应该有奥妙吧？你是说蔡锷勾搭日本人？这不可能。蔡锷还和蒋百里联络了一批人，搞了一个什么军事研究会。军事研究会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里面有阎锡山、尹昌衡、张绍曾。您想，大总统，这些人都有留学日本的背景。这倒是个新情况。你给我盯紧喽！一帮子玩枪杆子的人聚在一起，到底想干什么？是。将军，您看看，日本人在山东干了什么？简直是欺人太甚！日军从莱州登陆以后，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如入无人之境啊！沿途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且日军公然以占领军的身份，向老百姓强卖，向政府勒索供应，威逼供应粮食、牛羊，稍有不从便严刑拷打。这哪还是中立国家的公民？这已经成了亡国奴了。更过分的是，日军对中国国民宣布采用战时连坐法，村中若有一人犯妨碍皇军罪，全村人皆禁出战。你说这小日本还把咱们中国人当人看吗？你去，把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之义给我叫来。大总统息怒，有什么要事让外交部去办就行了嘛。啰嗦什么？你把他给我叫来。我们一忍再忍，他们可都好，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大总统，是。觐见中华民国大总统。公使阁下，请坐吧。总统阁下，日中同为东亚大国，理应亲善敦睦，
提携共荣。现在大日本帝国与德国宣战，中国理应帮助大日本帝国打击德意志帝国。为什么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屡屡冒犯大日本帝国之皇军？公使先生，自日德交战以来，中国严守中立，并且划龙口、莱州、胶州湾为日德交战区，但是日本军队却屡屡越界，侵略我国领土，掠夺我国财产，伤害我国人民。请问，日本天皇所说中日亲善敦睦、提携共荣，如何体现呢？大总统阁下，本公使对阁下称呼我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时，未用陛下尊称，表示严正抗议，以为文明国家之元首不应当犯此错误。公使先生，请转告日本天皇陛下，日本军队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悍然侵占了胶济铁路，占领了济南，希望日军无条件的撤出，并且赔偿中国的损失。山东铁路根据1898年条约属德国公司所有，日本与德国宣战，不得不占领并管理该路。此铁路为德国在青岛租界地不可分割之部分，日本占领，不必提前召会中国政府。中国已划分出日德交战区，日军超过此区域，中国就视为侵略。日本与德国开战，其目的不仅限于青岛，凡德国在东方之所有权利，日本均可以武力取得。济南车站属胶济铁路，日本军队为军事所需要，自然可以占领。济南市区与车站并无明显之分界，日本皇军如有逾越，当属正常。公使先生，你作为一国公使，怎么可以如此信口开河、巧言是非呢？总统阁下，大日本帝国对中国并无敌对之意。本公使来中国赴任前，大日本帝国首相阁下亲自召见，让本公使转告大总统阁下，如阁下能够遵守日中亲善之国策，待大总统更进一步时，大日本帝国本着提携共荣之原则，定会提供帮助。既然日本无意与中国为敌，那么就请在与德国战事结束之后，立即撤出胶济铁路以及其他交战地区。大日本帝国与德国交战，青岛一地之得失，并不能决定两国之胜负。为交战军事所需要，大日本皇军所有占领之地，当在欧战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撤退。公使先生，您的意思大总统已经明白了，请您先回吧。岂有此理！欺人太甚！欺人太甚！竟然因为大总统没有称呼他小日本天皇陛下，他就提出抗议了。他称呼大总统什么？阁下。哼，难道我们堂堂大中华还矮他小日本半截吗？哼，这小日本天皇和我们大总统比算个屁。不过大总统，最近外面民生沸腾，议论国事，搞得人心惶惶，我看不如抓几个以示惩戒。总长，大总统刚刚召见了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日之一。
还是为了山东的事儿吧？是啊，日本人是步步紧逼，可国内呢抗日呼声又接连不断，大总统真有点扛不住了。召见外国公使提抗议发照会，那是外交部的事儿，犯得着他亲自出马吗？大总统原本是怒气冲冲，差一点和日本公使就翻脸了。最后呢？还是默认了日本侵占山东的事实吧。日本公使就说了一句：“待大总统更进一步时，日本一定会出面相助。”就这话，大总统就不说话了。更进一步时，那日本人做事总是有备而来的，只一句话就点到他老头子死穴上了。总长，您说大总统是不是真有称帝的打算？你说这鱼他要是不贪食儿，能上钩吗？大总统，您召见我。什么召见不召见的？西子啊，你我是莫逆之交，咱们不来这套虚文啊。谢谢大总统。哦，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聊聊这个诗词文章。坐。难得大总统有此雅兴，杨度自然奉陪。长城外，河套边，黄河百草无人烟。似得10万兵，去西北边。饮酒无粮海，策马无拉山。誓不得胜，终不还。大总统，您西子，这是你写的词吧？啊，豪情万丈，有气吞山河之势啊！我10年前的轻狂之作，大总统竟然还记得。西子的文韬武略，我怎么会忘呢？大总统的知遇之恩，杨度永远铭记在心。哦，最近我翻看这个古书啊，忽然发现，其实这个共和制度，我们中国早已有之啊。中国早有共和制度？哦，大总统说的是西周时期的共和吧？周厉王被国人赶跑，周公、昭公联合执政，史称共和。可是这个孙文要共和，黄克强也要共和，梁启超还要共和。既然我们中国早就有这个共和制度，何必非要西方人的共和呢？我研究国家政体多年，觉得还是君主立宪制更适合中国。不，国体问题我们先不谈。现在各省的都督，既管军事又管民政，弊端很多。我决议改革，改各省都督为将军，只管军事。另外，各省再设一名民政长，负责民政。大总统圣明啊！现在的各省都督，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权力太大太集中，又各自为政，割据一方，很容易尾大不调。要想使国家统一稳定，非要痛下决心改革不可。哦，关于如何改制和各省民政长的人选，我有了个初步的想法。你去政事堂找徐世昌，会同副总统黎元洪一起商量一个妥善的方案，然后公布实施。杨度一定竭力办好这件事。告辞。总长，您听说了吗？听说什么？总统府和政事堂已经下令，各路都督改名将军，只负责军事，另外委派民政长来负责民政。那帮都督个顶个的骄横跋扈，早该结束他们了。大总统这招高明啊，一声令下就分了都督们的权。
这分明是对19省都督联合通电，要求抗日的报复嘛。有证啊？来，看看我写的字。好。哎呦，从长，您现在这字儿可真是力透纸背，越写越好了呀。念。哎，头儿我非官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明白什么意思吗？请总长明示。这是老头子在张德隐居时写的2句诗：得失恩仇。他从来就是锱铢必较，睚眦必报。这些是山东各地来的报告，请将军审阅。有具体内容吗？有报告说，日军擅入农民家中避雨，把主人赶走，到处寻找食物，任意宰杀牛羊，还把农户家的家具、门窗全部拆了，以供烘衣烧饭之用。有报告说，日军沿胶济铁路西进，沿路矿山，一律驱逐华人，改派日人管理，不少职工流离失所。还有报告说，日军在其占领区滥发纸币，强购人民物资，名为购买，这简直就是掠夺。宋伯兄，白里兄，怎么样？你的这份计划书我都做了修改，我终于看到对日作战胜利的曙光了。这就是我的本意啊，白里兄。这个计划书凝聚着咱们2个人的心血。好，谢谢，好，再见。各位，咱们的报纸销量又涨了3成。这增加的3成都是因为读者想看林建秋写的报道。那还用说吗？林记者的每一篇报道可都是身临第一线拿命换过来的。你看看，人家林姐还是一个女孩子，都能干出这么伟大的事儿来。哎呀，哎，何主笔，您打算怎么奖励人家呀？报纸销量涨3成，我给他的薪酬啊涨5成，那不是比我们这些老编辑还高出一截呢吗？哎，你要眼红也去前线呢。我就算了吧，我呀上有7十老母，下有刚吃奶的孩子，我冒不起这个险。你是舍不得家中的娇妻吧？就是取笑我，我呀是实在没有林记者的胆量。哎呀，这报纸销售量大增，咱是不是应该庆贺一下啊？是啊，有什么好庆贺的？国家不幸报家幸，咱们这是发的国难财。啊，看看，谁呀？这是？你们愣着干嘛？不欢迎我回来啊？松坡呀，你认为强军之道首先是什么？强军之道与强国之道相同，守在正国体，开民治。国体正则团结力强，民治开则建设力大。我中华民国4万万人呢，若能团结建设，定会强大。国家强大，军队自然也强大。你们在这部计划书中提到，要建立强大的军队，首先要树立中央权威，建设高效政府。国民要树立军事化的思想，同心同德，常备不懈。这个我很赞同。啊，百里啊，你以为治军之道首先应该是什么？治军首先要树立国家兴亡在于军事强弱的意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不能抵御外辱，保全国家。其二，是要培养军人爱国尚武、勇敢善战、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意识。三是要建立义务服役、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四是要慎重选将、严格练兵，做到养战一致、严格法纪、爱国爱民。好，松坡、百里啊，有了2位军事学家，中国何愁不崛起？何愁不强大？何愁小日本猖獗狂妄？
这么说，您已经同意我们的意见了？记者，喝点水。谢谢。何主笔，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参加入京统帅处的记者招待会。你当然要去，想必你的文章他们都看过了。我要亲口问问那些军阀官老爷，为什么眼睁睁看着中国老百姓受日本人欺负，中国土地被日本人蹂躏，可他们居然连吭都不吭一声？看了二位这个对日作战计划，我是十分的振奋。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年我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带出的那些将官呢，能冲能杀的有，这个机谋善变的也有，但是就缺二位这种有战略思想、全局观念的帅才。这下行了，从今往后我再也用不着因为无法对付日本人而睡不安枕喽。可对付日本人的方略，还得大总统您来定啊。对付日本人，就是不能够着急啊，要像熬中药一样，文火慢炖。大总统，怎么个文火慢炖？啊，就2个字，一个是拖，一个是忍。可山东的百姓正受荼毒，国土正被蹂躏，不能拖，不能忍啊！你看看，宋坡呀，连你都这么着急，这就更得忍喽。何为忍呢？啊，心字头上一把刀啊！作为大总统，眼看着人民遭荼毒，国土遭蹂躏，我能不痛断肝肠吗？革命党通电说是停止革命，一致抗日，各省的都督们也跟着凑热闹，要什么联合抗日。学生游行，民众请愿，人人都说要求抗日。全国上下所有的骂名全都落在我一个人的头上，我不是也得忍吗？大总统，民心可用啊！我们不妨破釜沉舟，与日寇一战。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也有不少的人说民心可用，结果怎么样？啊，一战败的是一塌糊涂，割地赔款。我不是不想一战定乾坤的，可是现在既无有可调之兵，又无有饷兵之银，你让我拿什么跟日本人开战？啊？啊，现在好了，有了二位这本对日作战计划，我就可以照方抓药，先忍10年，拖10年啊！一方面发展经济，练兵自强；另一方面外结强援，等待时变。10年之后，兵精粮足了，我们再与日本人兵戎相见，一举把小日本打趴下，让他再也不能够妄生侵略中国之心。那大总统是说，要我们对日本人占领山东装聋作哑，听之任之了？不，必要的外交手段还是要有的，但是切不可人云亦云，轻举妄动，再不能闹出什么新的麻烦，给日本人新的扩大战争的口实。那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百姓受涂炭，更多的国土遭蹂躏呐。谨遵大总统之命。哦，松坡呀，这个统帅处那边该是你值班了吧？是我值班。明天政府要召开个记者招待会，你主讲吧。我主讲，这怕是不合适吧？哎，松坡呀，你不是一直提倡要严明军纪，令行禁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是，蔡锷受命。记住，所有的讲话
都要符合我们既定的国策。记住了，一个拓，一个忍。哟，蔡将军，恭喜恭喜啊！何喜之有？大总统对你信任有加呀。这次记者招待会，专门委托你代表着国家政府还有军队发言，多露脸的事儿。你觉得露脸，那你去。我怎么能行？我不能恋人之美，我替你敲敲边鼓还可以。啊，这个时间，哎。诸位报馆的朋友们，民国政治刷新，政府行政透明。应广大民众和大家的要求，大总统指令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和陆军总部联合举办此次记者招待会，并委派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办事员、参政院参政、陆军部编译局副总裁昭威将军蔡锷，就日德在我国山东战时的有关问题回答在座的提问。蔡锷将军，请。请问蔡将军，作为一名军人，坐视日本和德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你心里是什么滋味？日本和德国都是我们的邦交之国，两国打仗，中国只能严守中立，互不偏袒。他们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开战，政府已经划出了交战区域，以防战火蔓延，祸及民众。至于我个人的心情，我愿世界各国和平相处，永无战争。蔡将军，日本借口向德国宣战，侵占我国领土，掠夺我国财产，屠杀国民，奸淫妇女，可谓无恶不作，罄竹难书。政府还一味用中立来当遮羞布，继续装聋作哑。蔡将军，政府这般顾头不顾尾，是不是鸵鸟政策？政府保持中立，是不愿意陷入到日德相争的漩涡当中，以免更多的领土被他人侵占。蔡将军这般解释，还真是让人无语啊！想起将军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号称3杰之一的勃发英姿，在云南重九起义中的浩然气魄，今天简直判若两人。将军能否解释一下这是为何？蔡将军，日前梁启超先生在参政院提过几个问题，我想拿来请教蔡将军。第一，日本继续由潍县向西攻击前进，政府要怎么应付？第二，日本公然宣布占领胶济铁路全线，此举是否破坏了中国的中立？中国政府和军队该怎么办？第三，日本在山东强制发行多种军用票券，强制中国人民接受，肆意掠夺人民财富，破坏中国财政金融安全，政府是否还要听之任之？蔡将军，这些是您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想您不会再避重就轻、言不由衷了吧？梁先生提出的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正在设法与日方交涉，避免新的外交风暴。蔡将军，您这样回答问题，不仅是避重就轻、言不由衷，而这真实的内情却又如风似壁、密不透风啊！蔡将军，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讲。日本人侵占我国领土，未遇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我亲眼所见，日本军队简直就是强盗，山东人民苦不堪言。面对日本人的暴行，全国人民群起抗议，工匠、农夫，尤其是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撒传单，
以维护我中华之尊严。可全中国最平静的地方，反倒是陆军部，是大元帅的统帅办事处，是全国各省的军营。蔡将军，你是一名军人，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我们军人和大家一样，都怀有抵御外辱、救国爱民之心。只是军队有纪律，不能擅自行动。将军，你曾身为云南都督，统帅数万之众，为何不敢为天下先，统帅旧部洒血疆场，与小日本决一死战？国与国开战，事关国运，其决定权该归属于国家元首。我没有权利率众与任何一个国家开战。蔡将军，当执行命令和良心、人格相冲突时，你是选择执行命令呢，还是选择良心和人格？古今中外，我们当兵的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蔡将军，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对日本人如此温顺谦让，为什么在屠杀中国人时，却那样心狠手辣？住口！这不是在提问，而是人身攻击。我说的是事实，何来人身攻击？抗议！我们是有言论自由的，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说？对，你是以什么身份出现？我们抗议！我们要听真相！我们要听真相！说。林记者，何主笔，刚才的这番发问还真是给国人出气啊！光出气有什么用啊？走吧，回报社吧。不去了，我回去收拾收拾，准备去山东。又去山东？嗯，那些拿枪杆子的不敢上战场，只好我们这些拿笔杆子的去了。我先走了。好。巾帼英雄啊！哎，表妹，你怎么这身打扮？差点都认不出来你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哦，我听说你要参加记者招待会，蔡锷也在，我不放心你，所以来看看你。众目睽睽之下，谅他不敢把我怎么样。袁世凯不让杀，蔡锷不让杀，我口诛笔伐总可以了。回来了，饭菜都做好了，正等着你回来吃呢。你们吃吧，我不饿。我做了几道你最爱吃的菜。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怎么了？哎呀，我不吃嘛，我说过了。你心里有什么委屈，你就跟我说说。我是你的妻子，不是外人。心里憋屈。这你要是伺候皇上，你敢打盹儿，就得乱棍打死。奴才该死，奴才有罪。你反应还挺快。得了，
今儿功课就到这儿了，搀我起来，我得吸一口。哦，林姑姑，小豆包，你找我有事儿吗？林姑姑，刚才有人找你。有人找我？谁啊？还是上次找你的那个叔叔。袁不同，他走多大会儿了？他刚走有一顿饭的时间，他给你留了一张字条。谢谢你啊，小豆包。姑姑下次回来给你带个拨浪鼓。我不要拨浪鼓。为什么不要啊？爷爷说了，进了皇宫，说话要低声，走路也要低声。要是惊扰了皇上，就是杀头的罪。小豆包，你怕杀头吗？怕。那你为什么还要进皇宫啊？我要杀坏人。谁是坏人？谁占了我家的房子，谁就是坏人。谁占了你家的房子？小豆包，现在是民国了，已经没有皇帝了。爷爷说了，皇帝就在紫禁城里面住着呢，过不了多少天就要亲政坐龙庭了。这个王公公咋就睡不醒呢？爷爷还说了，要是没有了皇上，天下就要大乱，就要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爷爷还说了，没有了太后，没有了皇上，就连小日本都敢欺负咱中国了。小豆包，听林姑姑的，就是因为有皇上有太后，中国人才没少受欺负。林姑娘，你说什么呢？啊，中国人受欺负啊，都是因为皇上太后，这话我怎么听着不顺耳啊？王公公，我不跟您争，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哎，你别走！呸！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个王公公真是不可得罪。一个棺材瓤子，可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我是担心小豆包，好好一个孩子，别跟他学的阴阳怪气的。我看这个王公公他就不正常。新科啊，现在是取消了帝制，不然这个小豆包非得挨他一刀不可。你说什么？什么挨一刀？啊，没什么。对了，表妹，那个字条是不是袁不同给你的？哦。你怎么还跟他来往？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我看咱得搬家。搬家？对，搬到一个让袁不同找不到的地方。为什么？这还用问为什么吗？那个袁不同是个危险人物，如果我们再跟他来往下去，迟早得让他给卖了不可。哎呀，你就别胡思乱想了。怎么是我胡思乱想呢，表妹？你想想那个袁不同他是什么人？他可是袁乃宽的亲生儿子，袁世凯的侄孙呢。就说上次执法处抓人的事儿，肯定是他告的密。表妹啊，你听我一句劝，别再跟他见面了。你要是这么说，那我更得去见他了。为什么？我倒是想看看袁不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将军，您看，这个就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向您几次发难的女记者，我怎么觉得她像那个女刺客？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这就奇了怪了，杀手怎么摇身一变成记者了？他这个记者当得不得了，亲自深入山东战场，连篇累牍发表揭露日军罪行的文章，而且从文章上看，爱憎分明，救国心切。看来他们分析的没错，他很可能有革命党的背景。可这个女人也实在太过分了。不是因为林志龙之死这件事的误会吗？杀父之仇岂能不报？干脆啊，我去报社把她找来，
咱们当面锣对面鼓的问清楚。几句话能撇清干系吗？必须要找出真凶。这件事情肯定是雷震春的手下干的。证据呢？您放心，我会很快找到证据。云南那边情况怎么样？兄弟们来电报了，愿意率部北上，跟随将军杀日本鬼子。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啊，还是心有灵犀。将军，怎么给他们回电呢？认，让他们给我认着。剑秋，我要出国。出国？为什么？我要面见最高领导，向他们请示，允许我们干掉袁世凯。真的？那太好了。我看袁世凯、蔡锷这些人，压根就是卖国贼。哎，对了，你要是走了，那铁血团怎么办？大家先分散潜伏，等情况有变时再说吧。我没想到，加入你们铁血团，我反倒连蔡锷也杀不了了。你别着急，等我请示完领导，咱铁血团一起对付蔡锷，我就不相信杀不了他。报告老师。哎，木村，来喝一杯。老师，学生有事情向老师报告。什么事？以前经常秘密训练的革命党铁血团突然销声匿迹。最近我们查到其中一男一女2个人的下落，其中那个女的是名记者，在山东日德战场采访，写了不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不利的文章。那个男的呢？男的也查出来了，名叫王聪，是林建秋的表兄，以前在云南都督府当过军需官，因为贪污军饷，差点被蔡锷枪毙。这个王聪和蔡锷颇有渊源呐。他和蔡锷有仇。木村，你亲自带几名手下把他请来，好好的谈一谈。你们给我记住，万一出了什么事，千万不要暴露真实身份。嗨，去吧。是王聪先生吗？是我。走，老师。表哥，表哥，这个酒腻子又去哪儿喝去了？放开我！你们是日本人，你抓我干什么？王聪，你以前是不是在云南都督府干过？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是不是蔡锷的手下？是，曾经是。哎呦！我跟你们日本人无冤无仇，你们打我干什么？蔡锷背信弃义，反对大日本帝国。凡是追随他的人，我们都有。冤枉！冤枉大人！我跟他蔡锷可是有深仇大恨。中国人撒谎的不好，杀了他。哎，我没撒谎。等等，冤枉啊！太君，我跟他蔡锷从云南到北京，我就是为了杀了他。你怎么会和蔡锷有仇？撒谎！我没撒谎，太君，我以前在那云南的都督府干过军需官，
因为一点小错，他打了我40军棍，差点连小命都丢了。我跟他真的有深仇大恨，太君，你要相信我。这么说，我们可以成为朋友。朋友，对，朋友。既然是朋友，你就应该帮助我们，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你不想说，那就消失吧。别！我说。王军，实在抱歉。来，请喝杯酒压压惊。我先干为敬。敬。好，我们同饮了酒，就是朋友了，对不对？是朋友，你是我木村的朋友，也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朋友。我们大日本帝国对朋友是很慷慨的，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比方说，我们听说你一直在追求你的表妹，但是她似乎并不情愿，对不对？你们连这个都知道？如果我们帮你，你表妹一定会主动的投怀送抱。此话当真？怎么？你不相信我们日本人的智慧和实力吗？我相信。太君，那我王从以后的身家性命，就全都交给您了。好，你为天皇效忠，大日本帝国是不会亏待你的。王军，如此美好的夜晚，金钱和美女就都是你的了。是。你有事啊？将军，我要去前线。我同意你去前线。真的？军中无戏，不过去可以，但要约法3章。太好了，只要能杀日本鬼子，别说是3章了，就是30章也行啊。第1条就是不能碰日本人。第2，不要穿军装。第3，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此行的目的。那我还去干嘛呀？不愿意。那就算了。唉，从日本回国这10年啊，他们一刻都没有闲着，从战术到武器装备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马上就要进攻青岛了。我本想趁日德实战之机，派你潜入战场进行侦察，既然你不愿意，算了。哎，将军，这样的任务我愿意。你不是不愿意吗？我愿意，真愿意。战场上危险，一定给我小心。您放心，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哎呀，老哥，你终于回来了，你受伤了？哎，没事啊，这点伤不要紧。到底是谁把你抓起来的？
还能有谁呀？蔡锷的人。蔡锷，他们抓你干什么？哎呀，蔡锷抓人还有什么为什么？那他们怎么又把你给放了呢？他们本来是要抓你的，逼你不要写关于蔡锷不利的文章。临回来的时候啊，他们还威胁我说如果你再跟他们作对的话，就让你死无全尸。哼，我林剑秋是他们下达的，况且文章我已经发表了。我看啊，咱们这住的地方已经暴露了。哎，你把行李收拾好，是不是打算也搬啊？啊，我正准备去山东。去山东？你去山东干什么？你上次发表的文章，日本人可就盯上你了，你不怕他们报复吗？碰上最好，我亲手杀了他们。表哥，为了避免蔡锷报复，你也搬走吧。嗯，我这就搬走。表妹啊，你最近可要小心，说不定蔡锷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现在处境很危险。他要真是投靠日本人，我就立刻亲手杀了他。看报看报！著名记者林剑秋署名文章：困难当头，赵薇将军不召不为。蔡锷声称不要良心，不讲人和。看报看报！包头，哎，来，包头，这个蔡锷光批一张人皮，这么无耻的话都能说得出来。现在这些官老爷，只要他们有官做，有钱花，有女人，还有良心说改他们。现在我要亡在人手上了。听说蔡锷在日本读过书。说不定早就让日本人给收买了呢。将军，他们简直是胡说八道。来这。哎，快看蔡锷！哎，这是谁呀？还是好人吗你啊？朝这个人！你派雷彪到青岛。是想就近观察日德战争的情况吧？我是想事先做准备。如果我们真的和日本人开战，会是什么情况？日本人处心积虑称霸亚洲，已经准备了很多年。我们的实力和日本人差距，比甲午战争的时候还要大。只以国力军力而论，中日真打起来，我们不是对手。但是，只要我们咬牙坚持，小日本要想灭亡中国，那就是痴心妄想。百里兄所言极是啊，对待日本，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要做长期的准备。对，宋伯兄，你做事一向缜密细致，注重实效。从撰写对日作战计划，到派雷彪到青岛观察日德战争的情况，可谓是用心良苦啊。只怕这一番苦心，终至无用啊。大总统现在的国策只有4个字：苟且偷安。他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国土和尊严来换他屁股下面的宝座。说不定他还嫌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放不下他的屁股呢。何主编，你们报纸销量大增，今儿该你做东了吧？销量大增，我们发的这是国难财啊！他小日本要是肯撤兵，我们情愿关门。切，小日本这么可恶，你不打他能撤呀？大总统苟且偷安，众将军得过且过。要我看呀，这仗打不起来喽。何主笔，你是读书人，你应该明白，皇上辛辛苦苦打仗是为了江山社稷。民国大总统几年就换一个，他辛辛苦苦打仗，他犯得着吗？您说的也有点道理。有个叫老乃宣的，知道吗？您说的是做过前清学部副大臣的老乃宣？就是他。他怎么了？他写了一篇《共和政解》送给了袁世凯，说以欧美总统之名，等袁世凯当够了10年大总统，然后宣统皇帝年满18岁，正好可以还政于清朝。还政于清朝？
这不是痴人说梦吗？你琢磨琢磨，他说的话有几分道理。你想啊，等袁世凯总统届满，那就是一介平民百姓啊，连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可是还政于清朝，可得王爵之封，世袭罔替，又可以在史书上留下忠义之名，这不是一举多得的事儿吗？您说呢？这个法子好啊！我正发愁袁世凯不肯让位呢，有了这个法子，皇上又能亲政了，我又能见到皇上了。报告大总统。哦，朝彦呐，坐。有什么事说吧。云南有些情况跟大总统汇报一下。云南出什么事了？报告大总统，据属下安插在云南的眼线报告，自从青岛事件以后，有些军官蠢蠢欲动，纷纷向唐继尧将军上交请战书。唐继尧什么反应？唐继尧极力安抚，但有些军官搞串联，他们说唐将军不带领他们抗日，他们就要到北京来投奔蔡将军。看来蔡锷在云南的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啊。蔡锷代表政府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引来了民众和很多报纸对他的口诛笔伐，这个消息就传到了云南。云南有什么反应？他那些学生还有老部下愤愤不平，说蔡锷是代人受过，是被人冤枉的，而且他们要来北京，替他们的蔡将军伸冤报仇。看来云南那些军官和蔡锷就一直没断了联系。是的，大总统，蔡锷一直和云南来往密切，所以我怀疑他有个人的电台，而且一定有密电码。这件事儿你要多留心。大总统，不如这样，我带人到他家里搜一搜。糊涂！蔡锷是我任命的将军，身居要职，无凭无据的，你查什么？那我派人留心就是。掩埋伤痛的记忆，走出迷茫绝望的领地，熬过苦难，久久把诗意，生命呼啦成了一面旗，擦去冰冷的泪滴，奔赴命运委屈的风雨，就在花谢楼台的日子里，相知一个温暖我心的你。我跋涉千万里，一手放下，一手提起，人间多少情爱生与死，煮酒男儿气贯长虹。